托运来了，蛮快啊，不到30分钟，20分钟左右就到了。才刚过完第2针14天，第1趟车泊野餐就抛锚在路边了。接种完疫苗后的第1场车中泊，不幸抛锚在路边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是要去附近一个地方，去吃午餐，应该说是吃午餐，在自己露营车上吃午餐呢。也约了2位朋友一起去那边吃午餐，都是一样玩车路啦，我们都是车中泊。其中那个朋友呢，是他刚刚加入这个车路的这个行列啦，所以他也需要参考一下我们的车是怎样子改装，尤其是在电源方面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跟他见面。所以等一下我们meet了过后才来商讨一下，才来研究一下，互相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露营车的改装经验呢。的目的地是在伊斯干达附近，至于具体的位置在哪里呢？我其实也并不知道。我是要我现在是停在路边停在这个伊斯干达的大路边，然后把 location 发给他们。然后我们全部人打算呢就在这边集合了过后，我们才一起出发到那个地方去。然后我现在我的另外一个队友已经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等这个新朋友来带我们过去那个地方了。我们等一下再继续。我们现在就是跟着前面的这2个，我就是跟着他的车到目的地，是不是感到很漂亮？爽哦，吃美多呢。离开后，我们又到附近寻找新据点。应该是人家的鱼池啊，回笼之类吧，应该养鱼养虾的，所以我们要推回出去哦。就跑到这种无路的小地方。不要问我在哪里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。东转西转，转了一个好奇怪的地方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。现在车不能进啊，要走路进去看一下。看前面有一条小桥，感觉有点像红树林哦。谷歌写钓鱼的地方，然后这边写不可以钓鱼。
条桥也太长了吧。车坏在半路，第一路来一个野餐，车就坏了，坏在路旁。现在等多宾来了，多宾说他来这了。那么呢，我的露营车呢，终于成功的送到维修中心去了。至于要维修多久、维修多少钱呢？这个我就还不知道了，要等过后老板得给我知道。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。我们在这么多的小路里面窜来窜去都没有事情，是出了外面大路的时候，在高速公路的时候才抛锚，也算是蛮幸运了啦。如果是在小路里面那种干崩小地方，像刚才影片里面的那些小路3、8的地方哦，或者是坏在那个地方的话，哇，真的是晕倒，我也不知道要这样子跟那个拖车说我在什么地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暂时性呢，我又没有办法出去野餐了啦，所以就等这个车修好过后，才来有下一步新的计划了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有点断断续续，没有那么的完整啦。因为主要呢，我们去到野餐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只是去吃一个午餐罢了。然后我们吃完过后，我们就离开了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在那边逗留太久。然后只是互相认识一下，然后了解一下，告诉我们的新朋友，这个我们的太阳能系统的这个整个电路我们是怎样子安装，怎样子拉，他需要购买一些什么东西。然后过后我们再发链接给他之前我们购买过的这些东西，让他去做一个参考啦。过后我们就离开了，离开过后我们心想，时间还早，我们就到附近去绕一绕，去走一走。怎么知道呢？这样绕一绕，走一走，出来过后车就抛锚了。那么呢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欢迎点赞、留言以及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点击旁边的小框框，观看我的更多视频。